大家好，我是 FCGRZ。那就在今天10月2号 ，MD 出了最新一波的竞卡表啦。那这个竞卡表呢，会在10月10号实施哦。那马上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改动吧。首先是净值卡的部分啊，净值卡的部分有异世坏的场地，然后这个崩妹跟唐僧哦。好，那这3张的话，异世坏在这几个版本里面都有不错的表现啊。然后加上它是一个出了很久很久的主题了，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把这个场地禁掉其实蛮合理的，就是没有砍人鱼不错了，没有砍那个没有砍奇多不错了，好不好？就这场地砍下去，其实我第一秒看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玩不了，但其实后来想一想就还好，就没有场地你其实还是能玩嘛，就你 combo 都还是可以打，就差别可能差在比如说那种60 GS 或是更厚的异世坏，比较依赖架桥或是3步夜去调度场地去调度本家的这种比较有影响，但是我觉得那种40构筑的其实还好，就是强度有下降，但还是能玩。那崩妹跟唐僧这个就不用多说啊，这个东西都每次都没拿去跟烙印一起外挂，然后这个崩妹的话就这次的伊芙利斯优贝尔嘛，所以就这2张卡片封锁系的就老样子 ，MD 肯定不喜欢的，所以这次 ban 掉我觉得刚刚好了，就该进。那再来是限制的部分，那限制的话，这次现役的有蛇眼的炎灵、化石恐龙。那现役的话就这2张卡片，那蛇眼炎灵的话就主要针对炎王，这没有什么好说，然后化石恐龙就 meta beat。那恐龙这个我觉得有在玩的应该都深有感触了，就这个东西我是很乐意看到它限制的啦，当然可能也有很喜欢玩的，所以我也不好说什么，但我觉得在 MD 这个环境下，这个卡片现役刚好啦。然后炎灵的话，我自己觉得它很明显就是在针对炎王嘛。那炎王的话，炎灵现役对它最大的影响就是篝火，就是篝火这张卡片，你如果跟炎灵一起上手的话，会很惨。然后就炎灵跟小蓝一起来也会很尴尬，所以就这卡片的话，现役还是有差的啦。啊，但本质上来说也不太算致命伤，就一定有影响，但不算致命伤。好，那再来看限2的部分啊，限2的话是招来神，然后炎王的麒麟，然后七星解门跟优贝尔的幻影，然后还有一张开2的是黄金柜，解门幻影招来这个等一下一起讲。那我们先讲麒麟，麒麟是跟刚那个炎灵一样是针对炎王的限制，那麒麟限2其实应该会比炎灵限1的影响稍微大一点点，因为它本身是针对炎王的系统。那麒麟主要有几个影响，一个是你躲无效的几率变低了，然后再来是麒麟这张卡片其实是一个会打完的东西，就它是炎王的资源，就是炎王假设你 T1 的时候，你直接把就是你炸一张麒麟用在展开中用掉，然后一张你检索回来，就你检索上手的话，你 T3 可能没有麒麟炸，所以麒麟这个卡片的话，它是炎王会打完的资源，那它对炎王长盘是有影响的，但是在那种压倒性的对局下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对。所以这个麒麟的准限制跟炎灵的限制，主要是针对炎王的资源跟稳定性去做砍，但是说实话，我觉得砍完炎王应该还是在 T1 的位置。对，就我觉得影响没有到超级大，就是影响是有的，但是没有到玩不了，或是说哦它就不是 T1。然后再来是有针对优贝尔的改动啊，就限2的招来神解门跟幻影，招来神就限好看的，就大家招来神都只放2张，所以更没差。然后解门是优贝尔通常都会放满的一张卡片，它是比较强的，所以限2会有影响，但也不是很大。那比较大的应该是幻影啊，但幻影其实在绝大多数的对局中也都只用得到2只，对，因为王座本身也有回收幻影的效果，所以这个幻影线呢，只有在像是后手对决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影响。那优贝尔整体应该还是看起来这一次影响最小的主流。对，幻影这个卡片在这一个版的卡表里面是全部人都会放3张的，但是你实际上用到3张的场数其实没有那么的多。对，就是你完全一定要3张的场数没有那么多，所以这张卡片的话，我觉得限2就是还好，就是先算是给你一个警告吧，这样子。对。那具体来说还是要看后面怎么出卡。好，那再来是黄金柜，黄金柜的话，这个烙印是有增强的，还不错。对，那其他主题的话就比较还好啦。雷龙
雷龙本身现在有点跟不上现在环境的速度了，主要还是要等刻模之后才比较有操作的空间这样子。然后再来是最后是解3哦，就全部开出来的卡片有这个水前石，然后星变，然后这个混沌领域跟超雷龙，然后还有这个暗病。对，那这些卡片的话都是一些旧主题或是一些旧的泛用卡啦。那我觉得本身的影响来说都不是很大哦，对。都不是很大，那超雷龙几只这个不影响雷龙动不动起来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对，所以，我觉得雷龙跟刚刚讲的一样，就还是要等刻模，然后其他的卡片的话都没啥影响。对，那整体来说，这个卡表的话，我觉得大概把该动的东西都动到了，除了雷精灵的妖精。对，那张卡片我是觉得应该要走了啦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迟迟不走，好吧？所以。就除了妖精以外，我自己觉得这卡片算是把该动的都动到了，然后也没有把什么东西砍到不能玩，大概就这样吧。那对环境上的影响来说，可能暂时不会影响环境的排名，就是可能现在大家会觉得说优贝尔会比阎王还优势一点吧，大概就这样而已，其他都还好。对，整体来说都还好，因为就没有动到不能玩嘛，对吧？就都是影响牌组稳定性，那优势的系统还是会优势啊。好，那具体来说，我觉得还是要等这个月新卡包出来。目前有情报显示出这个月新卡是会出天贝龙的，然后还有灵兽。那天贝龙不用说，这个恶名昭彰啊，大家都知道那个主题的强度，所以一个纯后宫的牌组在 BO1 的化学效应怎么样，到时候要等上线才知道啊。但我本身是很看好的，对。然后再来是灵兽的话，就是一个次元系还蛮，就是应该算是现在能丢次系里面最强的卡组了啦，所以我自己觉得应该也是有值得尝试的啦。对啊，那应该大概就这样吧。具体来说，环境的影响还是要等新卡包，因为这个卡表一下来，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会颠覆环境的改动，就优势的主题还是优势，应该大概就这样。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我实况上来询问。就做不错的话，也可以加入会员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是 FC 就到这样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不懂那讲中文就是有人听不懂不就讲过了吗？看下一个卡包选妹安做啊，不然你想要听到什么？那个 T2 的牌组哇会爬上来个头啊，怎么可能？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没有什么好说啊，所以我每次进卡表讲，我就说等新卡包啦，不然怎么办？就砍完就砍不死啊，就这种东西它不砍死，就是它不砍死，就是都差不多啊，这主流还是主流啊，它的系统就是比你强。